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魏无羡似乎听不见任何人的话语，转身一步一步走向阵法处。蓝忘机也小心翼翼亲上前2步，看着他抽出匕首，血珠一滴滴滑落在阵法中央。那2个身影慢慢出现，在鲜血的温养下发出淡淡的光晕，双瞳惊愕地睁大。不等自己反应，他听见那人发出很大的笑声，笑得他心里莫名的慌乱与无措。魏婴，他收起心中眼前的震惊，也顾不得这人以这样的方式温养修复着江厌离夫妇的魂魄，心里那带着惧意的预想慢慢凸现在眼前。可他现下真的顾及不了这么多，也追究不了这么多，一颗心只随着这人的一举一动再一次小心的轻唤他名字，害怕此时魔怔的人会再次做出让自己害怕的举动。可魏无羡依旧没有理他，只是死死盯着那2个身影。果然还是需要至纯之血吗？师姐，要多少阿羡都给你，回来好不？那个好字还没有说完，阵法中央处2人魂魄就如同之前一样慢慢消散，只不过这一次留存的时间比之前久了许多，笑意凝固在脸上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慢慢变得猩红可怕，脸色迅速的惨白下去，配着身上的鲜红血迹，整个人如同鬼魅般，带着令人恐惧又向往的邪魅俊美。不够吗？再一次拿起匕首，蓝忘机的心跳随着他的动作仿若停止了一般，在魏无羡狠狠刺下去的时候，扼住了细白的手腕，手下的温度带了几分凉意，吱吱凉进蓝忘机心里。蓦然的转过头，蓝忘机从来没有见过魏无羡如此冰冷的眼神，在2人视线对上那一刻，蓝忘机皱眉看着冷漠过后莫名发出笑声的人，想说什么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定定的看着眼前人。你想抓就抓吧，抓到你家，弄死我，反应过来看清紧抓住自己的人，知道他已然知晓师姐夫妇的存在，无需他阻挡。不说妇人，便是复魂，自己也是深深的无力与挫败，心里莫名的一片死灰空白。既然看不惯，既然正邪不两立，那就让这人抓自己到他家，最好弄死自己，弄死这个又累又无力的自己。我没听闻话语，蓝忘机却是冷不丁的便松开桎梏着的手腕，一时间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语。在看到这人眼中猩红也掩不了的灰败时，整个人如置冰窖，好像这人似有似无，他怎么抓也抓不住。突然升起的恐惧与害怕，让他适才抓住魏无羡的手忍不住的颤抖，带血的手离了束缚后，也无力的垂落身旁，松开匕首，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安静的空间里异样的响亮。蓝忘机看他另一只手也同样无力的垂在身旁，手腕深深的血痕处依旧落着鲜血，慢慢把自己早先为他包扎的纱布染红，也慢慢一刀又一刀的割着自己的每一处血肉。好累啊！魏无羡只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般累过，眼前的世界一片混浊，他什么也看不清，包括一向带着光的蓝忘机。在转身想要走出这压抑的空间时，他感觉那熟悉的脚步继续跟在了自己身后，一时间莫名恼意和无力冲上头脑，该是做了太多血腥的事，师姐不要他了，江家不要他了，世间百家仇恨他，连这人终究也容不得自己，所有的理智被彻底摧毁。他再一次转身，死死看着眼前人，跟着我做甚？蓝湛啊，还是不放心吗？见蓝忘机不说话，他狠狠地紧捏着面前人的肩，脸上却是带着不仁的笑意。你想做什么就做吧，我让你做，用碧尘向着这里也可以，最好一次就解决你所有的顾虑。激动中魏无羡却是松开紧捏着蓝忘机的手，指向自己心脏处，看着蓝忘机面色沉痛的一步一步后退，情绪的失控下，他却是紧跟上前，直到这人退无可退，抵着石墙。他眼中带着数不尽的痛意，像是对这人的讨伐。压抑的所有发泄过后，却是觉得自己是这般的不可理喻，意识的最后却是倒在被自己施财紧捏的肩臂上，好似喉间温热的心田也脏了这人的脖颈。蓝忘机愣愣的搂住无力靠落在自己身上的人，耳旁刺痛的话语依旧萦绕在头脑之中，扎得他痛不欲生。蓝湛啊，怎么你也容不下我呢？想杀就杀吧，我该死，早就该死了。黑，数不尽的黑。看着远处忽近忽远的星星光点，魏无羡努力的去追去寻，快抓住时，耳边又是凄厉的吼叫声，一声声撕破耳膜，冲进脑海，痛苦，数不尽的痛苦，直到那一声声如清泉般的低唤萦绕在旁，好似才将自己拉回。他说别怕，我在。蓦然的睁开眼，记忆还停留在伏魔洞内自己对着蓝忘机发疯的种种，最后却是倒在熟悉的肩怀。魏无羡有些发愣，
直到感觉几分颠簸，这才慢慢的清醒过来。他好似趴在谁的肩背上，清冷的檀香一阵阵的袭来，身上的疼痛也减轻了许多。抬眼望去，这人凌厉的下颌处也微微被汗浸湿，他看不清是谁，可这熟悉的味道和棱角又明明确确的告诉了自己他是谁。蓝湛，他能感觉这人身体明显的一顿，随后却又继续快速的奔走着。蓝湛，魏无羡听不见他的回复，也不知道这人要带自己去哪里，只是身体依旧被他紧紧护着，不免有些疑惑慌乱，又再一次的呼唤了一声魏婴，别乱动。大抵是自己的挣扎让他起了注意，这才回复了自己。可魏无羡无端却是听出这声里的疲惫与累意，好似许久都不曾休息一般，倒是一瞬间让他更加清醒了几分。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放我下来。他并不想承认听见那带着倦意的声音，心里莫名的几分不舒坦。是伤口疼吗？忍忍可好？疼。听闻话语，魏无羡才看了看自己，手心手腕胸膛好像都被仔细包扎过，身体也不似之前那般沉重，虽然动弹起来还是会让自己龇牙咧嘴，自然而然想到是这人为自己疗的伤，心里不知是何感觉。先前还质问这人为何容不下自己，让他杀了自己，可现下这人以为是自己伤口疼了的轻声哄说，却是一遍又一遍说着自己做的蠢事，说的蠢话。不疼，大抵是那几分愧疚。魏无羡倒是不再挣扎，耐心的答道，见周围快速后退的树木花丛，魏无羡当真不知道这人要做什么，刚想再一次问他要带自己去哪里，耳旁熟悉的声便再次传来。蓝忘机一向甚少主动说话，倒是让他几分惊愣。别乱动，听我说，现在各大世家聚集在乱葬岗，都是与你偷藏江厌离夫妇魂魄之事有关，我带你走。魏无羡并不知道，那日蓝忘机气恼沉痛之中离开后，却也慢慢冷静下来，并不想这就让放任自己所爱之人如此下去。刚要折回，却是看见多名世家弟子在山脚鬼鬼祟祟，心里闪过几分不安，这才快速的折回。那师姐，琳琅、温宁还有阿苑，听闻话语，魏无羡有些心急的问道。他顾不得那些人如何得知自己偷具了两人魂魄，急声问道，琳琅在我这里，温宁和温苑在一起，我让他们安顿下来，躲过一阵再寻你。我昏迷了多久？听闻话语，放下心来，魏无羡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再一次问道，2日。蓝湛，你怪不得生理如此疲惫，这人原是背着自己一路躲避世家追捕奔走了2日嘛，还有自己身上的那些伤，也不知耗了这人多少灵力。想到种种，心里莫名的一丝丝抽疼起来。为什么？魏无羡话里都带了几分颤抖。魏婴，我从未想过要杀你，我想护你，